美国两党达成合议，政府即将开门，特朗普放大招要给美国民众发钱，每个成年人$2000，以施压最高法院，避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他的关税政策无效。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一、美联储12月降息可能性大大增加；第二，美国的金融业接着奏乐，接着舞；第三，制造业回流可以说就此结束。分析这个结论之前我想感慨一句，在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大关的这个档口，行政权为了跟司法权掰手腕搞大放水，白宫为了跟立法权争长短，导致政府停摆，伟大的三权分立制度实际上正在因为其低效撕裂的制度成本，消耗着美国本就不多的国家资源。短视且无力的两党制，在4年一大选2年一小选的折腾下，不管谁在台上都得走上饮鸩止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死循环，时也命也。王朝末年的每一次挣扎都会成为加速其消亡的自枪。周三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会详细聊一下国际下一阶段的主线记得预约在左下角。先说两党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即将开门这个事儿。如果川普开始是想借民主党反对导致政府停摆的档口进行之前马斯克未尽的事业，进一步裁员精简政府开支，安插自己的人手这样的打算，随着政府停摆的时间创了纪录，并由此严重的影响了美国底层民众的食品和生活保障之后，事情就开始超出了川普那个三脚猫团队的控制。实际上回溯川普执政的10个月，你就会发现他的一切手段都跟美剧里的阴谋诡计一模一样，绝对没有第二步后手。那计策就直愣愣的甩出来，乍一看这么胸有成竹，大家都被他唬得觉得必有后手，下了一盘大棋。最后呢，以美剧的奏性，基本一定是开头越故弄玄虚，结尾越一地鸡毛。艺术真的来源于生活。现在各位终于是相信川普的团队无论是外斗还是内斗都是没有后手的吧？跟我们是这样，跟民主党其实也是这样，开始很潇洒的宣布政府关门，一切尽在掌握。结果政府停摆，让共和党失去了大票的底层的拥护者，在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以15%和13%的巨大差距败选。两个州迎来的还都是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州长。可以说川普的基本盘建设稀碎，底层没笼络好，保守派意识形态建设也没有吸引到更多的支持。保守派选民一般都是反对女性领导人的这个我在上周4的节目里有提过。同时纽约新市长印度裔穆斯林马姆达尼的胜选其实也很关键，他的主要主张概括一下就是给富人加税。这在美国4200万人因政府停摆而陷入饥饿时，海湖庄园大搞了不起的盖茨比派对的这样的对比局面里，真正体现出的其实是美国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要知道，纽约作为川普的老家，川普为了反对马姆达尼，宁可支持自己的老对头民主党人科莫，父老乡亲们对此也都不买账，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这里就不是简单的兰州选出个民主党的市长这么简单了，而是贫富差异的矛盾已经尖锐到了任何一个政党只要有发动群众开始搞阶级联合的话术都能大显神通的程度了。MAGA 就是川普发动底层民众的成果，现在民主党通过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话术也学会了发动群众的新技能，但是还是要注意不改变所有制关系的声称的社会主义都是异装癖而已。如果说川普发动群众的方式是孩子摔跤怪地不平的模式，就是都不是美国老铁们你的错虽然是部分人无知蛮横还自诩为天朝上民，但是你们都是好红脖子，不是你们的问题，是东大的错，移民的错，民主党的错，老登的错，咱家孩子摔在哪里就是哪块地该打。而民主党现在打的牌呢，就是制度养肥的富人们辜负了了不起的勤劳善良朴实单纯的美国人民，你们都是最棒的最好的最 amazing 的好宝贝儿，你们部分人只是被时代辜负了被富人剥削了，咱们给他加税分给老少姐妹们。这个思路呢，对于精英轮庄制的西方政治在以前其实是谁都不想碰的。亿万富翁说我对你们红脖子感同身受，被华尔街金主豢养的精英政客说我们对资本家开刀，这话其实不太能站得住脚。那现在怎么站住了呢？因为美国人民太绝望了，自从美元潮汐失效地主家里也没有余粮了。以前他们手指缝里露出来的几颗米也能喂饱的底层美国民众，现在是朝不保夕。3.2亿美国人，4200万人在挨饿，领不到救济食物就没下顿的那种挨饿。要知道，美国的耕地面积是中国的5倍，这么大的耕地面积养不了这么几个人其实也是很惊人的。另一个数据是20年到25年，美国通货膨胀率累计上涨了24%。这就是脱钩的代价。于是美国收入最高的20%的居民的个人支出累计增加49%，而收入最低的底层的40%的人的支出呢，累计增加了25%。美国中下阶层居民的支出水平从23年开始就不再增长了，而是走平。同时呢，通货膨胀率还在上升。
收入没有增加，东西贵了1/4，想想也知道，从来财务都是紧平衡的美国人，现在是多紧又不平衡。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救亡图存的改善民生的思路，其实是组织生产，一致对外，输出矛盾，整顿内部的利益矛盾，步调一致的恢复制造业。当年奋斗的小胡就是这么干的。西方的封建制历史就决定了他们的内部很难被主动的整合，必须通过输出矛盾，树立假想敌，内部才可能暂时的放下内斗、自我蚕食的分歧，优化资源，一致行动。可是民主党树立的大俄假想敌成了川普求而不得的女神，想让我们成为西方封建制这先天整合困难的基因缺陷的磨刀石，我们也不上套，一直给他走的就是借力打力，以柔克刚的路子，说最软的话，下最狠的手，搞得美国人民在强大的内宣之下，也还是觉得好像东大也并没有主动的找麻烦，麻烦不是咱们自家大统领去找的吗？不是他非得要脱钩，非要加关税，非要闹停摆吗？于是被惯坏的孩子终于不怪地板了，怪到了川普的头上。其实目前川普的原计划让制造业回流，美元走弱，增加出口，对于美国来说是个合理的选择，因为只有制造业有了东西，货币才有了货作为支撑。对于国家来说，钱是印出来作为生产要素流动的载体和溶剂的作用的，资金流只有流动中带动了物流、人流、信息流的流动，才能产生财富。川普原本是深谙这一点的，然而呢，伟大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以及时刻倒计时的竞选制度，实际上就会事实上形成一个逼迫美国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只能选择饮鸩止渴的 easy way， 而无法坚持那个固本培元的 right way 的结果。现在川普放话要给 2.2 亿美国成年人每人发2000美元的分红，这个决定其实就是又一次的放弃正路，而选择后患无穷的捷径。他这么做，一来是为了能继续夺回自己的选民基本盘，二来是为了逼迫最高院不要叫停他的关税政策。因为发给美国人的这个钱是关税收上来的，如果现在最高院叫停了川普的关税政策，那这个钱就发不了了。用特朗普的话说是这么讲的：反对关税的人都是傻瓜。因为关税，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受尊敬的国家，通货膨胀率几乎为0，股市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我们每年的收入都增加了数万亿美元，很快就能开始偿还高达37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务。美国的投资额创下历史新高啊，工厂和企业纷纷涌现。可以说啊，话要是说到了这个份上，这钱如果发了，基本上就彻底断送了制造业回流这条路了。拜登时期每次的发钱刺激政策出台，实际上都会伴随通胀的快速飙升和国债规模的急速扩张，然后这些钱就会像水泼在水泥地上，它不会均匀的渗透到每一个个体手里，而是会顺着原本的资金的流向，迅速的汇集到大资本的手里。简单说就是底层美国人之前的钱是咋没的，发的钱只有到手那一瞬间会在自己手上，随后就会因为高昂的物价、能源、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渠道被快速的抽走，流动到大资本的手上。自由主义经济下的资本就是有着强者恒强、弱者总弱的马太效应的，而美国这接近4400亿的现金一发放，其实也就将再次验证供给主义经济学派消费刺激经济的虚伪性。最需要花钱的民众会快速的把钱还债或者换成食品日用品，钱开始顺着原有的管道集中到中小资本手里。如果美国现在用4400亿搞投资以工代赈，那么资金会从实体产业流向工薪阶层，再流动到必需品的消费，最后反哺到制造业。而现在根本没有这个实体产业的管道可以流动，钱发下去只有一个结果，会快速的从个体手中再次聚集到中小资本手里。中小资本没有合适的投资渠道，扩大再生产的利润哪有金融增值香？即使美国市场有雷，那不放在市场里也就只能等着通胀让资金贬值，肯定会快速的进入资本市场。于是资本继续做大，国债规模攀升。拜登之前的每一次发钱都验证了这件事儿。这4400亿美元不仅会快速的从民众手里流走，还会快速的推高通胀。川普发钱最利好的只有华尔街。于是呢，今天两党就快速的和解了。昨天川普还表示不接受民主党的医疗法案延长1年的建议，今天两党就取得了一致。大家觉得这一人2000块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现今即便是美股里最标榜科技创新的 AI 相关的公司们，本质其实都是金融公司，钱撒出去，金融业再发展一回，川普的产业回流基本上就中道崩殂了。其实拜登当年第1年执政的时候也有一个大基建法案，也是随着他不断的发钱，然后就彻底没了水花的。
那么如此一来，美联储也就松了一口气了，12月降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逻辑是这样的啊，随着大空头 Michael Burry 的下场，其实无论他多久之后才张开血盆大口，美国市场的雷会爆已经成为了房间里的大象。1年前如果有空头来试水美国市场，简直就是像在陆地上游蝶泳那么蠢。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帮空头迟早是会翻出浪的。现在想的都是这雷会怎么爆，以什么样的方式爆，在什么时候爆，以及如何在爆破中大赚一笔。这一点美联储也知道，民主党也知道。可以说啊，美国经济这个雷就是现在民主党为川普准备的定向爆破的终极杀招。党争的背景下，联储会缓慢的降息，能拖就拖，不能发力，要有所保留，才能等着刺破股市的时候有弹药来救市。但是美联储又不能过于鹰派，因为市场总是提前开始交易降息预期的，如果太出乎市场的预料，美股现在这林黛玉一样的体质啊，它不一定受得了，如果提前破了，就变成川普救民于水火的戏码了。所以现在的联储也是走着钢丝，手里拿着泡泡，碰不得摔不得，恨不得时间快进到2027，让川普背锅，民主党好再演一次王者归来，救民于水火，一举赢得2028的戏码。但是现在川普发钱了，那这次联储降息就算是顺势而为了。他定向爆破那一刻肯定是作为最后一根稻草的一刻，在共和党最被动的时候才会出人意料的出手。那么这也将是接下来美国主线的重要戏码之一，大家可以用心观察。昨天呢，被确诊患癌但是老而不僵的拜登，又出来批判川普了。不得不说，这俩人的状态真是像极了现在的美利坚啊，垂垂老矣，依然耍勇斗狠，贪名逐利，一点正事都不干。拜登昨天批判川普说啊，我虽然知道他是个民主制度的拆除球，但是我不知道他真带了一个拆除球到白宫，还拆了白宫的东翼。实际上啊，真正来回摆动，撞击力度越来越猛烈的拆除着曾经黄金遍地的山巅之国的拆除球，就是美国的制度本身。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